大家长，绵龙剑。绵龙剑怎么会在这儿？暗河历任大家长手里都掌握着2把绵龙剑，2把剑由同一块云铁铸成，唯一的不同是我手里这把剑还藏着暗河的秘密。交给你的那把剑，若是苏晋辉当真能握住，那就等他平定了暗河的动乱，届时我会将这把剑也交给他。如果他握不住，那么那把绵龙剑必将会彻底燃起3家家主的野心，而这些人终将会被他们自己的野心所吞噬。只有当他们退了，那些更有希望的年轻人才有上位的机会，才有摆脱控制的可能。他这么厉害，一定知道这把指尖刃不见了，也知道是我拿的，但是没有管我要，那就是默许了。那这算不算定情信物？你醒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出去这么久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好了，就自己下楼吃饭。谁说我好了？我还需要人照顾呢。我这身子还没完全恢复，要不你喂我吧。今日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好好吃饭，别说话。我知道了，你要走了。我迟早是要走的，更何况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。
你来了。老爷子知道我要来。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么不是个东西了吗？你似乎很不喜欢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是怕被人看穿吗？以前的你一直被我压着，不敢冒头。如今我的锐气已去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？老爷子既然这么喜欢算计人心，那不如算一算，我进来是打算做什么？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。苏长河，你只是无名者，无名者苏沐雨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，你也一样没有继承苏家家主的资格。唉，被小瞧了呀！区区苏家家主之位，我苏长河看不上。我要做的，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，是暗河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好，长河，你的寸之剑的确厉害，但想胜过我并不容易。我的剑虽然断了，但我依然是苏锦辉。五爪之虎，无尽之龙，不在话下。好身手！当年若不是我苏家，你们俩早死了。鬼窟渊是沐雨背着我爬出来的，大家长的意见是他自己接的。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，而你是旧时代的义务。你受了内伤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苏长离，暗河的天要变了。邱叔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？你执行过那么多次天字级的任务，每一次出手都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想必你等这一刻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这一次的结果也定和往常一样。邱叔还真是了解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集结起了这个组织，它的名字叫做彼岸。彼岸，你想改变暗河？没错，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有黑暗，而是光明。听起来很振奋人心，不是吗？邱叔是本家族人，从出生开始
便当做一个刺客来培养。当真会有人愿意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出生吗？为什么世人能沐浴阳光，而我们三家的族人却只能居于黑暗？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些吗？我自幼被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然想过这些问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我的双手早已沾满了鲜血，又有何脸面去谈改变这些？是啊，所以我虽然觉得你是我的同道中人，却没有将这戒指送给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虽有觉悟，但你早就已经丧失了勇气。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就像那小说话本里说的，我们正当年，我们离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还不算远，我们还记得未曾远去的少年之心、少年之志。既然我们胸腔当中还有少年之心在跳动，那便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你杀了老爷子吗？却说，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是在这个污秽不堪的暗河之中少有值得被尊敬的。新的暗河不再需要苏金辉，他没有死，你带着他离开吧，好好活着吧。或许有一日，你再在江湖上听到暗河的名字，会有一些惊喜。好，我等着。再见了，秋叔。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是去穆家那里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炎龙剑被穆慈灵带走，现在在穆家手里，我们去朱巢又有何用？如今谢家已经去围堵穆家驻地了，我们何不趁他们两败俱伤之时抢夺绵龙剑？必安成立那天起，我们便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当这个时候徇私，去保护你兄弟的命。你说什么？大战在即，不要起冲突。你若杀了我，又何谈新的暗河？你难道现在还想将大家长的位置留给他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依据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无论如何都会把那把剑追到手。他既然选择没有去追穆慈灵，而是回了朱巢，那就说明那把剑一定有问题。也就像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跟穆家拼个你死我活。你如果也这么蠢的话，那你就去陪葬吧。既然如此，说清楚就好了，何必这样？大哥，另外，有句话你确实说对了。苏沐雨这条命我还真就保下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
作死！你们在驻场门口等我。是。银虎，大家长，一会儿若情势危急，你带神医先行离开此处。是。大家长，你是觉得苏沐雨解决不了外面那些人吗？苏沐雨一人一剑，天下无人能拦得住。可这世间之事，从来都不是一人一剑便能改变的。可是，有克制了。他是谁？唐门唐连月。终于见到你了，暗河大家长。天启城玄武使，我也是久仰大名。为何所有人见到我，都要称呼我为天启城玄武使？我来此杀你，只是为了报我二叔的仇，与天启城无关。你还是太过年轻了。你二叔唐二老爷早已不插手江湖之事，甚至连唐门都不愿意待，一个人躲到孤冷偏僻的寥落城独居。这样一个人，又为何会有人要暗河大家长出手，亲自杀他？谁找的你们？此刻不提主顾名，这是规矩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唐二老爷在现在的唐门中是最支持你的人。唐门召你回蜀中，你不愿，门中长老只有他是站在你这边的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大家长提点，但我还是要杀了你，为他报仇。那就恭请玄武使来取我性命。大家长，您现在的身体不能出手。若是暗河中人来此，也便罢了。可眼前这位只是我慕名册的仇家，我便只有应战。更何况，十二孝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即便是濒死的老虎，我亦有我的尊严，亦有大家长应尽的责任。不要动，退下。让我看一看你的万术。废话。有人比我们提前动手了。我们现在要进去吗？静观其变，先等大哥回来再说。不愧是我的好兄弟，你还真是了解我，居然在我要做最重要的事情前约我出来一见。我有东西给你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是绵龙剑。
去天启城吧。只要你踏足天启，那座城就会有人找上你。以你的本事，你可以越过这些人，找到你秘密的所在，将这里的钥匙交给守护你秘密的人，他会为你和苏昌河打开属于你们两个的盒子。从此之后，你们俩的名字便会在暗河之中永远抹去。还有，你一直想知道的吴建成覆灭的秘密，也在其中。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离开暗河，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你如此拼命地保护大家长，就是为了这2把钥匙？如今3家之乱已经不可调和，我们可以趁势解散暗河，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得到自由，所有人都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原来这才是你的计划。你利用3家的争斗，削弱权力争夺者的力量，最终带着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离开暗河。哼，苏沐雨，你倒是比我想象的聪明。不过，我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。彼岸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应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还记得当年你我一起出完任务，路过苍兰江的时候，那一天你望着江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我们何时才能到达彼岸？而我此刻想要告诉你，就在今夜。可这一夜会是暗河的血之夜，鲜血才是改变的开始。苏沐雨，你太良善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底线，而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是懊恼了很多年。你若还是要拦着我，那不如我们打一架吧，谁赢了便听谁的。你赢了，我随你解散暗河；我赢了，你跟我迈向彼岸。成河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。你可以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可你的野心也会让很多人步入深渊。而且暗河并非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在大家长和提魂殿的背后，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更强大的势力？是。就算你我二人成为了大家长和苏家家主，也无法成为握剑之人，因为就算是大家长，也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柄剑。既然我们能够建立新的暗河，那这暗河便属于我们兄弟二人。历史背后的手，还有那些执迷不悟的家主，终究会被我们斩于马下。苏沐雨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对抗他们会死很多人，付出很多代价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如你所言，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不像你，就想做闲云野鹤。苏沐雨，我们始终都是2条路上的人。你说你想在暗河里做个好人，这很天真。你不想杀的人，我替你杀；
你不想承担的罪孽，我来替你承担。甚至你想离开暗河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，我不能为你送葬。即便他们叫我送葬时，还记得你我二人走出鬼哭院时，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现在的我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天真？雪月剑仙，你觉得如何？李城主，许久未见了，苏沐雨。我师弟说，暗河大家长之位的易主会影响江湖，所以让我来九霄城看看。他说，你当大家长，才是最好的结局。等我杀了穆名策，夺取绵龙剑，一统三家，他不想当也得当。我信你，你虽然很坏，但是言出必行。你眼光真不错，你替我拖着他，我去办正事。但我现在看到了更好的结果。什么？苏沐雨说的解散暗河，这个江湖没有暗河，才是真正的好，大好。是朱超，长河，你的人动手了。我不在，他们怎么敢动？是唐连月，他有属于自己的仇要报。天雷无望，可惜今夜天晴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。大家长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大家长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这雪落一枝梅最独特的性子，便是它如梅花一般的坚韧。即便解了毒，在短时间内动用真气，它便会卷土重来。看来雪落一枝梅已经复发了，不需要我动手。你也马上就要死了。才刚解的毒，经此一针，神仙难救了。如此，唐连月便告辞了。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好走。大家长，我们需要立刻闭起行阵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大限将至，即便是神仙，也不可能逆转生死。沈爷，可还有别的办法？刚解的毒，本不应该妄动真气，便可多活几年。但方才，神医也不必自责，我本就罪孽深重，即便是到了地府面见阎罗，他也会觉得我是个无药可救之人吧。大家长，沐雨、长河，你们二人随我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其他人在此等候。是。沐雨，我一直认为你之所以不顾一切的保护我，是因为那生死瞳的原因。什么生死瞳？无妨，已经解了。
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天下所抛弃的人，可是直到那一天，我知道你早已解了生死痛，我才明白，是我小看你了，也小看了我自己。这些年我常伴大家长左右，我认为大家长是值得守护的人。好，很好。我年轻的时候跟阿可亲如兄弟，就像你和长河一样。后来为了争夺大家长的位置，我失去了很多。阿可也独自一人来到了这朱朝。我原本以为他也抛弃了我，可没想到到最后还是他舍命救了我。只可惜，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，永远都不会。沐雨，其实你也有你自己的计划吧？你最终的目的是解散暗河，对吗？是。我若独自一人离开，诸隐之人也都无法善终。我不希望他们整日活在杀戮之中。只有解散暗河，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像常人一样行走在阳光之下。若暗河如雨崩般散去，即便那些人势力再过强大，也都无济于事。你呢，长河？你是想执掌暗河，改变暗河，对吗？我想改变的东西很多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我可以把这柄剑交给你，虽然我更想把它交给沐雨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和你有一样的想法，可是你现在还不知道，你要做的事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难上很多。你要打败的人，不仅是苏锦辉，也不仅是我，而是那些比我们要强大、要可怕数倍的对手。我和苏沐雨联手，就还没有输过。区区提魂殿，不足挂齿。提魂殿，那不过是他们设在暗河中的傀儡罢了。几百年了，世人皆知，暗河是全天下最可怕的杀手组织。可是暗河的真相，就连暗河当中的刺客都不知道。所以暗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暗河的真相，岂能是这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？秘密就藏在我房间的密道里，待我死后，你们尽可去看。不过不看也无妨，当你手中真正握上这把绵龙剑的时候，他们自然会来找你。剑便交由你二人了。大家长，沐雨，我始终觉得，自从我当上大家长之后，虽然我拥有了暗河无上的权力和荣光，但我
更像被三家所抛弃的孤魂野鬼。直到前几日，看到阿珂为我去赴死，看到你解除了毒术，却依然护我周全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并不孤独。墨鱼，谢谢你这些年伴我左右。当年若没有大家长，我们兄弟二人走不出鬼窟院。当年我也只是想利用你们二人的力量罢了。大家长的目的和我们的结局，还有最后的选择，这都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我学艺于安和，学做人于我父亲。父亲教我的，便是情义第一。情义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想创立一个不一样的安和，可是后来却发现，我渐渐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。而你，苏沐雨，你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人。走吧，走吧。待你们走后，我会燃起一把大火，将我和这整间猪巢都一起焚为灰烬。你们不必多言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愿大家长可登极乐。我以为你会劝我再去找神医治一治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，每个选择都有自己的意义。我必将跌落地狱，那便希望我们不会再见。怎么都这么久了还没有动静？老大该不会……有人过去了。大哥说了，等他消息。那么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可以妄动。这世上，只有你要拿这柄剑，我会让给你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比我更容易获得大家的支持。毕竟朱颖12孝肯为你卖命。而彼岸的众人只会对我拔剑。我们就像说好的那样，你做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。果然，就算我让给你，你也不会拿。你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这个地方，从此和暗河没有半点关系。那你又为何一定要留下来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无欲无求。有的人想做英雄，有的人想做侠客，有的人想家财万贯，有的人想名震天下。暗河其实很强大，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能实现和改变很多东西。我有野心，
而他们亦有所求。与其浪迹天涯，不如握紧手中的剑，和那些想要主宰我们命运的人抗争到底。说得好，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你就给我解了这奇毒。对，他们便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2个人，苏沐雨以及苏昌河。提魂殿，水关。方才你那段话说得很好，只是很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并不是我们的选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出手。作为三观，我仍然想以旁观者的姿态看这一切。虽然你们很强，但仍然不会是穆慈林的对手。昌河说的话很多我都不认同，但方才有一句，绝非虚言。我们2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